么会这样？怎么全死了？这不可能！昨天水还好好的。海生啊，你这养的是龙虾还是龙虾汤啊？钱总，水肯定有问题。昨天你跟我讲水，你连龙虾公母都分不清，你跟我讲水？我跟你说清楚啊，这批苗3万块从你工资里扣，还有你妈住院借的那5万，一共8万。这糖你也别折腾了，明天我就找人填了，种莲藕。钱总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机会？你爷爷在的时候，我给他机会，是因为他能给我赚钱。你呢，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你会养个屁龙虾？你记住了，这糖是我的，不是你们江家的。海生，堂里的事儿，钱老板怎么说？没事儿，钱总人很好，他说让我再试试。好好跟着钱总干。家属出来一下。妈，我出去一下。你妈住院费又欠3天了，到底交不交了？算了吧。我该怎么办？爷爷，您能告诉我该怎么办吗？海生啊，爷爷今天教你一招，如果龙虾不小心养死了，我们可以打开堂底的暗潮。妈，我想到办法了，我这就去给您凑医药费。爷爷，钱塘江潮每年谷法后第7日，取潮头活水入塘，龙虾长势最旺，品质最佳。怪不得爷爷从来不人工换水，这塘底下还藏着东西。明天，谷雨后第7天就是明天，有救了！母亲的病终于有救了。谁？老板说了，今晚把那小子的闸板再拔一次，水放干，明天好填土。那小子还不知道吧？看着傻乎乎的。闸板一拔，塘水2个小时流干，剩下的活龙虾要么干死，要么被鸟吃完。我必须保住龙虾，母亲还等着我拿钱治病呢。书上说凌晨1点潮位最高，我的时间只有24个小时，我必须快点行动。完了，这暗渠再去修肯定来不及了。若无暗渠，可借潮信井。对啊，村东那口老井通海的。爷爷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快！老板说了，今晚必须放干。不能硬拼，唯一的办法是在水流干之前，把竹筒埋进塘底的藏水眼旁边。竹筒渗出的淡水能给龙虾撑到明天下午。只要龙虾还活着，钱万金就不会冒险去填塘。行了，水快见底了，走吧。还好搞定了，现在只需要等到早上，再把潮水灌进来，这些龙虾就能蜕壳重生。是时候了，引潮水直灌入塘，激龙虾脱壳。不对，太大了，水量不对。我脚太大了，全开了，全开了。哎呀，江家塘怎么发大水了？江家娃子是不是疯了？
往塘里灌海水。你爷爷在的时候，塘水都是淡的，你倒好，直接灌咸水，这龙虾能活才怪。江海生啊，江海生，你是要养龙虾还是要腌咸菜啊？你爷爷那本破本子真当宝贝了。你爷爷养了一辈子龙虾，最后不还是给我打工？他那点土办法要是真管用，他早就发财了，还会死在那个破屋里。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这堂必须填。你欠我那8万块，1个月内还不上，不还我就去法院起诉。你妈那个病，我看你也别治了，治不起。你说什么？没听见是吧？那我再说一遍，这堂必须填，谁也拦不住。江海生，我告诉你，别给我搞什么小动作，这堂要是被你玩废了，你赔不起。你妈心力衰竭，需要马上做手术，先交3万押金。喂，刘哥，能借我点钱吗？3万。喂，你还好吗？爷爷，我没理解对方法，全都搞砸了。潮水直灌，十有9败。若此路不通，唯有最后一法，子夜逆潮换壳。此法严苛，需在无月之夜必闸断流，反灌潮信井，令塘水倒流。龙虾受逆潮激荡，会在1夜之间集体换壳，但若差1分，全塘皆死。反灌潮信井，让塘水倒流，这根本不可能。水往低处流，这是常识。怎么？有时候我们养龙虾不能老想着顺着它，在特殊时候你得逆着来。逆着来吗？无月之夜，这就是爷爷说的无月之夜吗？听说了没？这娃子昨晚上又去塘里折腾了，往里头灌咸水，满塘龙虾全死了。他爷爷要是知道，棺材板都压不住。钱老板说了，明天上午就填塘。这娃子还欠人家8万块呢，他妈还在医院躺着，真是造孽。海生，这么晚你去哪里啊？钱老板可说了，不准你去塘里。不用真的倒流，只要龙虾感觉到水流变化就行。你看他那傻劲儿，一桶一桶倒水，他能把塘倒干了。哥，你这是用桶挖塘啊？我帮你叫台抽水机。海生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我跟你说了今天填塘，你还在这折腾什么？钱总，你再给我1个晚上，就1晚上。给你1晚上？你前天不是折腾了1晚上吗？结果呢？满塘海水，龙虾死绝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钱多烧得慌？要不是昨天下了1天的雨，昨天我就把塘填了。你赶紧给我让开。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我有把握。哼，你有把握？你有什么把握？你别告诉我还是那本破笔记。我跟你说，你爷爷活着的时候都不敢这么玩，你比他还能。填！不行，你不能填！你让开！我说了不行，这塘是我爷爷30年的心血，你不能埋了。你爷爷的心血？哼，这塘是我的，我想填就填。你欠我8万块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你放屁！这塘你只占一半，另一半是我爷爷的。你就算要填，也要经过我爷爷同意。欠的钱我会还，只要这个塘活了，你的钱我就能还上。把他带到一边去，别在这儿碍事。不要！这什么动静？来了，钱总。还填吗？填，给我填！这水里面是什么东西？那是塘底老树根缠着防射膜。被水下气泡与大种虾顶起来了。我年轻时经常见到，不是什么怪事儿。吓死我了，还以为是什么怪物呢。哼，就这，你小子还跟我装神弄鬼！钱总，
你填吧。但我跟你说一句，塘底有3条暗渠，其中1条连着村东的老井，你一铲土下去，暗渠塌了，明年你这块地的莲藕也种不成，水泉慎走。钱总，刚才挖机履带过去的时候，那一侧地面确实有点塌陷，下面可能有空洞。钱总，你给我7天，7天之内，我要是不能让这塘里的龙虾活过来，并且比正常的虾大1圈，塘归你，我走人。欠你的8万块我打工还，但要是成了，你得把这座塘的决定权转给我，我按月给你分红。行，7天，反正你这塘烂成这样，多等7天也不亏。但咱们丑话说前头，7天后要是还是一塘死虾，你连人带铺盖滚出这个村，欠的钱翻倍。成交，先回去，7天后再来。江海生，你母亲病危，马上过来。你塘不要了？我们尽力了。海生哥，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叫我啊？我昨天听说你被钱万民的畜生欺负了，连夜赶了回来。多谢。海生哥，我和你一起。能捞了吧？捞。捞！这是虾，这他妈是龙虾还是恐龙？成了，海生哥，你爷爷那本经验手记是真的？别废话，装车去县城。咱进去啊？等一下。你要干嘛？卖虾。哎呦，小伙子，你这虾怎么这么大？大爷，尝尝，不要钱。哎呦，这肉真紧实，有嚼劲儿。大虾，大虾！这虾我全要了。你谁啊？就这么一会儿，卖了2800。海生哥，咱们发财了。这才刚开始。你说什么？那小子今天在县城农贸市场门口支了个锅，现煮现卖。望江楼的刘建国当场拍板，38一斤，拿了100斤。38一斤，他那个塘7天前还是灌了海水的废塘，龙虾死绝了。7天之后，虾卖38一斤。我听说你跟他口头约定，塘归他折腾7天，成了你收分红，分红多少没写也没说，这账你怎么算？你说如果这个塘是我的，我一个人拿，1年能落多少？海生，钱万金昨天来找我们老板了，这次他拿出一份承包合同复印件，说你的塘是他的，你只是替他养的。他想让我们直接跟他签供货合同，说可以比你的价格便宜2块。赵老板怎么说？客户喜欢谁的虾，谁就是正路。海生哥，你说钱万金到底想干嘛？他想怎么把我搞走？他不是拿分红吗？啥也不干就有钱拿，还不知足？你想啊，他合同都没和我签，那是想合作的意思吗？合同没签？没签。当时在塘埂上那么多人看着，他口头答应的，
堂的决定权转给我，我按月给他分红，但白纸黑字一张没有。那你就信他了？当时的情况，我不信他还能怎么办？他要填堂，我拦不住，我只能赌一把。赌赢了，堂保住了，分红按月给。至于合同，那时候我哪有心思跟他谈合同？我感觉他肯定会翻脸不认账。去压价，把咱家虾降到12块一斤，把市场上的零卖渠道堵死。他那虾贵，普通老百姓买不起，只能供酒楼。可望江楼赵老板跟他铁着呢。那就挖客户，县城不止望江楼一家，一家一家去谈，总有人谈便宜。那他的成本要是降不下来，咱们还有别的招吗？卡饲料，镇上孙老板跟我有交情，我打个招呼，让他不给江海生供料或者涨价，他只能去别处买，运费高了，成本就上来了。那他要是扩大规模呢？你明天带几个人去找那些有荒唐的农户，给更高的分成，把他们抢过来，别让江海生拿到一口汤。明白。孙老板，来10袋料。没货了。上个月你说管够，这个月怎么就没了？上个月是上个月，这个月厂里原料紧张，产量跟不上，我也没办法。是钱万金给你打的电话吧？你爱信不信，反正没货，你去别家看看。孙老板，你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？门口那几堆料是什么？喂猪的。我说没货就是没货，你再多嘴，以后都别来。肯定是钱万金搞的鬼。没事儿，我们去隔壁县。上次我在那边见过一家饲料厂，规模不大，但应该能买到。那得多跑几10公里，油钱又涨了，涨就涨，先把虾喂上，别的再说。海生哥，钱万金这一招真够损的，他是不是想把咱们的路全堵死？他堵不了，饲料厂不止孙老板一家，他堵一条路，我绕一条路，绕多了他就没办法了。可他要是把隔壁县那家也打了招呼呢？那就再找下一家，总有他没打招呼的。海生哥，那你说他接下来会干什么？断饲料只是第一步，下一步他会去找我们的客户。那咱们怎么办？先把虾养好，虾好，客户就不会跑。等赵老板和周老板都拒绝了钱万吉，他就知道这条路走不通了。海生哥，今天钱万金又去找周老板了，但周老板给他打回去了，说只要我们的虾。你说钱万金跑了2家，腾来折腾去的图什么？他拿分红不香吗？啥也不干，躺着收钱，1个月2000多，1年3万多，够花了。他看不上那点分红，他想要的是整个堂。海生哥，你说钱万金明天会出什么招？不知道，但他肯定会出。海生哥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钱万金那个王八蛋，把县城所有水产摊位的虾价全压到10块了，比之前还低2块。现在市场上全是他的虾。还有呢？还有，他让人去跟村里那几家有荒唐的农户说了，谁要是敢把堂租给你，就是跟他钱万金过不去。他以后不跟他们做生意，也不收他们的虾。饲料厂那边，孙老板说以后都不卖给我们了，1袋都不卖。隔壁县那家饲料厂，钱万金也派人去打了招呼，人家虽然没说死，但价格涨了1成半，说是原料涨价，市场疯了，饲料涨价，农户也不敢跟我们合作，咱们怎么办？他赌他的，我养我的，互不干扰。可是路都被堵死了，市场上虾价又被他压那么低，咱们零卖根本卖不出去，光靠望江楼和滨河的周老板能撑多久？撑到陈伯的堂出虾。陈伯，你那口堂荒了3年了，我投苗、投料、管理，出虾之后4、6分，你6，我4。海生，不是我不信你，你爷爷当年也跟我说过这话，他说要能把它挖通了，这辈子不愁吃穿。那时候我挖到一半，你爷爷走了，我就没再挖了。后来钱万金来了，给了我一个合同，我按了手印，按完才知道这堂从我的变成租的了。陈伯，堂你给我，我不会让你亏。什么时候开工？明天。海生哥，这堂真能养虾。跟你爷爷当年一个样。海生哥，这堂底下真有你爷爷说的那个暗考？有，明天我就去找刘师傅来清淤，清完了晒3天底，然后引老菌水。45天以后，这塘里的虾不会比咱们的差。钱万金那边能等45天吗？
海生哥，千万进来了。海生，忙呢。钱总，有事儿。你这水是从老井引过来的？对。老井的水带咸味儿，你加了什么？没加什么。老井底下有暗渠，通着海。爷爷当年挖的。海生，我问你，这口塘是谁的？是我的。当年我跟村里签的承包合同，陈伯租我的塘，1年800块租金。你未经我同意，就想在我的塘里投苗引水，你问过我吗？这塘本来就是陈伯的，是你骗他按了手印。你说什么？今天我好好跟你盘盘。你欠我那8万块，这笔账你不会不认吧？认。这口塘是我的，你跟陈伯签什么协议没用，我不点头，你在这里投的苗放的料全都不算数。钱总，陈伯的塘他租你的，他有权决定怎么用。我跟他的协议是我们2个人的事儿。他租我的塘只能养他自己，他没权转给别人。钱总，你当初把塘租给陈伯的时候，合同上写了不能转租，不能借给别人用吗？海生，你欠我那8万块月底得还，还不上的话，别说分红，你那口塘的承包权我也要重新考虑。还有，这口塘你给我停了，我说到做到。他是来要钱的，还是来偷师的？都是。要钱是真的，让我停了这口塘也是真的，顺便看看我怎么引水，怎么投苗，暗渠怎么走的也是真的。海生，他说的对，这塘是他的，我签字按了手印就没办法了。陈伯，塘虽然是他的，但你有使用权，你让我帮你养，不违反合同。他要是想学，就让他学。暗狗在那儿，水在那儿，虾也在那儿，他学得会是他的本事，学不会也是他的事。海生哥，你说他真能把这口塘给停了？要真停了的话，我就要被我妈喊回去了。回家不好吗？不好。为什么？这塘没了，我就要回去继承家产了。听说了吗？陈伯那塘，村里不让江海生搞了。早该不让了，他自己那口塘活过来才几天，碰巧赶上了，真当自己是专家了。我听说陈伯跟他签了协议，4-6分，陈伯6，他4。看着是陈伯拿大头，但苗是他投的，料是他买的。陈伯塘里的虾不全成他的了？就是，他这是拿陈伯的塘给自己赚钱，嘴上说的好听，帮陈伯养，实际上陈伯就是挂个名。你们懂什么？陈伯塘里的苗是海生哥自己掏钱买的，料是他从隔壁县拉回来的。阿强，你跟着江海生干了几天，就替他说话了？他那塘才来养了几天，能不能长久还两说呢？这就去动陈伯的塘，他是想一口吃成胖子。你别不服，养虾这行第一次运气好，第2次翻车的多了去了。江海生那塘能活，是他爷爷留下的底子好。换了陈伯的塘，底下没暗口，你看他还行不行？可不是嘛，他自己的塘还没站稳，就想着别人的塘，到时候陈伯的虾死了，找谁去说理啊？你们等着看，陈伯的塘一定出虾。陈伯，村里的话我都听说了，你要是觉得不妥，我现在就停了。苗钱算我的，料钱也算我的，不让你亏1分。海生，你爷爷当年帮我放苗的时候，村里人也笑他，说他多管闲事，说他自己塘都没养明白还帮别人，你爷爷没理他们。这是我这几年攒的3000块，你先拿着买料，不够我再想办法。陈伯，钱我有，你留着。不是给你的，是给你的虾。塘里的虾要是死了，这钱就当打水漂；要是活了，你还我。海生哥，那些人的话你别往心里去，他们懂个屁。他们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我那口塘能活，确实靠爷爷留下的暗渠。陈伯这塘底下只挖开一半，还不知道能不能行。啊？那怎么办？半个暗渠也够了，但前提是要通的。要是没反应呢？把底下的泥倾到硬土，自己开渠。阿强，拿撬棍来。
海生哥，这个水流够大了吧？清到这里就够了，再挖下去怕把底下的结构挖坏了。陈伯，通了！听说了吗？江海生把陈伯堂底下的暗口挖开了，他这是要动全村的水系。可不是嘛，那老井是通着咱们好几口塘的，他把那边挖大了，咱们这边的水往那边流，以后咱们的塘还养不养了？真的假的？那老井的水是共用的，他一个人挖大了，别人怎么办？陈伯堂那边的暗渠一通，水位至少降20公分。你们自己想想，到时候你们的塘还有水吗？老刘，这话可不能开玩笑，真的假的？当然真的了，我还能骗你咋的？海生哥，村里现在都在说我们挖了暗渠，影响了村里人的塘。只要我们自己问心无愧，随他人怎么去说。海生，钱万金又来了，这次他带了一个人，说是县里水产公司的，要跟赵老板谈长期合作，条件很优惠。赵老板当面没答应，说考虑考虑。但钱万金走的时候，在门口跟赵老板说，那塘不是你的，跟你合作可能会出问题。赵老板有说什么吗？赵老板说让钱万金管好自己的虾就行了。海生哥，赵老板虽然没听他的，但他老这么搞，迟早有人会动心。所以我们要快，不仅陈伯的虾，还有其他人的。海生，你这茶不错，李叔喜欢，下次再带。海生，我家那口塘你什么时候去看看？我今天早上捞了一下，塘底淤泥不深，你帮我也弄弄。王姐，你别急，一个一个来，我先帮李叔弄好，再去看你的。哎呀，那你快着点儿，我这几天做梦都梦见虾在塘里跳。海生，我那个塘你帮不帮？条件跟老李头一样。条件一样，苗我出，料我出，清塘的钱我出。出虾之后，你们拿6成，我拿4成，虾死了算我的，不让你们亏1分。4成不多，你育苗出料还出工，拿4分是应该的。我们自己弄，连本钱都凑不齐。海生，你李叔这几天天天念叨你，说你这孩子有本事，你那塘养的那么大，咱们村没有第二个人。李婶儿，不是我本事大，是爷爷留下的笔记和暗渠，我就是照着做。你爷爷的东西再好，也得有人会用。你用上了，养出来了，这就是本事。海生，你那4成是固定拿还是按斤算？我跟我们家那口子说了，他说4成不多，你出苗出料还包活，拿4成是应该的。他就怕你忙不过来，把我们的塘耽误了。忙得过来，阿强帮我，每天早上5点起来，晚上8、9点回去，一口塘一口塘看，不会耽误。海生，我信你，你爷爷当年的技术，村里没人比得上，你学到了他的本事，我放心。海生，我家那塘你也帮我弄弄吧，我一个人带孩子没时间管，你要是帮我弄出来，你拿6成也行，我不挑。还是你6我4，你出塘，我出工。海生，你真是个好人。海生，这水凉不凉？要不要再晒2天？可以了，明天开始匀水，把老井的水接过来。海生，喝口水。你忙了一上午了，别累着。海生，你爷爷那本手记真的那么好用？你那塘的虾养的那么大，全靠他？一半靠爷爷的笔记，一半靠自己摸索。笔记上写的东西有些对，有些不对，要自己试。海生，我跟你说，你帮了我们，我们不会忘。以后你在村里说话，我们都听你的。那是，咱们村以后就靠海生了。海生，我家那塘什么时候投苗？后天，明天我把老李头这边的水调好，后天去你那边。行，你来了提前说，我给你做饭。7口塘加上陈伯的，1个月后，江海生现在可是红人了。老李头、王姐、老赵头、张寡妇、老刘头，仔细算算，在他手上的塘都7口了。他忙得过来吗？7口塘，一个人管神仙也忙不过来。他不是有阿强帮忙吗？2个人管7口塘，差不多。你们说他拿4成是不是拿多了？他出苗出料，但塘是别人的，别人出塘才拿6成，他拿4成，这账算得过来吗？话不能这么说，他投苗、出料、管水、喂食还包活，虾死了算他的，这是担风险的，多拿一点应该的，应该。你看看老李头的塘，他才放苗几天，等虾出来了，卖多少钱他说了算。他说卖了1万，你就拿6000，实际上卖了多少钱你根本不知道。他说卖了8000，你拿4800，你拿他没办法。不会吧，海生不是那样的人。我不是说他一定是那样的人，但你想想，合同也没签，白纸黑字没有，到时候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拿什么对质？
老刘说他拿4成太多了，又说没签合同，到时候卖多少钱他说了算。张寡妇开始怀疑了，老孙头倒是帮他说了话，但架不住老刘一直说。就这？还有没有别的？还有人说最近老井的水位降了，老刘说是江海生把水抽走的，说他那几口塘都在饮水，别人家的塘就没水了。水位降了，这是事实，天旱不降才怪。但他们不管天旱不天旱，他们只看到江海生塘里的水多了，自己塘里的水少了，这就够了。你去村里找老刘，找那几个爱说话的，把话传开，就说江海生为了自己养虾，把老井的水抽干了，说他在塘底下挖暗沟，是把全村的水都引到他那边去，别人不会养，以后都得找他，他就能一直拿4成。钱总，这话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重要吗？他们信就行。这个月的工资先给你，把事情办好了，下个月再加。你为什么不直接收了江海生的塘？你懂个屁！我之前当着村民的面答应月底还钱，如果现在去收了塘，村民们怎么看我？老板果然聪明，你一说我就懂了，要名正言顺的收了他的塘。你们发现没有，最近老井的水位又降了，我昨天去打水，桶差点够不着。江海生那几口塘都在饮水，咱们的水都被他抽走了。真的假的？他一个人用那么多水？不信你自己去看，老李头塘那边水满满的，再看看咱们这边的塘干了多少。海生那孩子，我觉得他不坏，但水是大家的，他把水都弄走了，咱们怎么办？咱们的塘干了，鱼死了，他赔吗？可不是嘛，他一个人用那么多水，咱们这么多户人不够用，这合理吗？姐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家那塘让江海生帮忙养，他跟你签合同了吗？没有，他不是说口头就行吗？姐，你傻呀，没签合同，到时候虾卖了多少钱他说了算。他说卖了1万给你6000，实际上卖了2万，你也不知道。你去找他，他有凭有据吗？不会吧，他看着挺老实的，而且他跟我说的很清楚，他拿4成，我拿6成。清楚什么？你什么都没拿到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们都是女的，他就欺负我们不懂。老李，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你那个塘，江海生帮你投苗辅料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拿6成。你想想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他自己那塘才从他爷爷那儿接手半个月，他能养好就不错了，还能帮你养好，他凭什么？可他不是帮我投了吗？苗也在塘里了，天天去看水，每天都……他当然去看，他不去看，虾死了，他拿什么钱？他不是帮你，他是帮他自己。等虾出了，他说只出了200斤，你信不信？其实出了400斤，他拿了200斤的钱，你拿200斤的钱，你还以为你拿了大头。还有，你没发现最近老井的水位降了吗？他挖了那么多暗渠，把水都引到他那边去了。你的塘是有水了，可别人家的塘干了，你这不是帮他害人吗？我害什么人？我就是想养点虾。你不想害人，可你在帮他害人，你好好想想。李叔，水温可以了，今天可以投最后一批苗了。海生，我这塘你先别投了。李叔，这怎么了吗？不是我不信你，村里人都说你拿4成太多了，说你把老井的水抽干了，说你在塘底下挖暗沟是为了把全村的水都引到你那边去，还说没签合同，到时候虾卖了多少钱你说了算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李叔，你听他们的，他们种过虾吗？他们难道不知道暗渠是爷爷30年前挖的吗？海生哥帮你清淤、匀水、投苗，天天泡在塘里，手上划了多少口子，你数过吗？你信他们的，不信我们？我不是不信，可他们说的也有道理。合同没签，到时候我怎么办？李叔，你跟我说，你听到的那些话是谁说的？老刘说的，还有老赵头也说了几句，张寡妇也在传。老刘跟钱万金走得近，你知道吧？这些话不是老刘想出来的，是钱万金让他说的。钱万金怕我把塘做大了，他从一开始就想要我的那口塘，他怕我抢他生意，所以先在村里放话，让你们都不跟我干。我承认，我帮你们也是为了还我欠钱万金的8万块，但我是真心想把村里的虾做起来，大家都有钱赚，以后就不会有人像我一样。你说的对，可村里人都在说，我一个人扛不住。你扛不住？海生哥扛了多久？钱万金天天搞他，他扛住了。你呢？别人放几句屁话你就扛不住了？
李叔，你想停，我现在就停。苗我拿回去，放到别的堂里。药也拿走，清堂的钱算我的，不让你出。你想清楚了，跟我说一声就行。喂，赵叔。海生，你让我再想想，不是我不信你，是村里现在传得太凶了。我老伴儿天天跟我吵，说我把糖给你就是败家。赵叔，你跟婶子说，苗我已经备好了，料也买了。你要是不干了，我自己亏。你要是还干，我照样帮你。海生哥，他们凭什么？你帮他们，他们反过来咬你。钱万金放几句屁话，他们就信了。他们自己不会想想，你天天泡在塘里，手上划了多少口子，鞋磨破了几双，他们眼瞎吗？你说句话呀！难道我们就这样被他们欺负吗？海生，你别理他们，他们今天骂你，明天赚了钱，他们又来找你。陈伯，你不怕我把你的糖搞砸了？搞砸了，我跟你一起扛。老李头那边停了？停了，张寡妇也停了，王姐也停了。老赵头说要想想。想个屁！他就是听老婆的，他老婆跟钱万金老婆是牌友，能说你好话吗？可不是嘛。老赵头那个老婆天天在牌桌上跟钱万金老婆打牌，钱万金老婆放几句屁话，他就回家吹枕头风。老赵头能不变吗？海生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先把你这塘的虾养好，月底之前必须出。出了虾，货款到了，先把钱万金的债还了。其他塘能救的救，救不了的先放下。还差多少？你这塘的虾出了，货款大概4万多，还差2万多。我想办法去给你凑凑。我听老刘说，江海生帮人养虾拿4成，是因为他欠钱万金8万块还不上，他帮咱们养拿4成，等虾卖了，他把钱拿走去还债，咱们的虾就白养了。不能吧？他不是说虾死了算他的吗？他连8万块都还不上，他拿什么赔你？到时候虾死了，他说一句我没钱，你还能把他怎么办？他还在塘底下挖暗渠，把老井的水都抽走了。咱们这边塘里的水少了，就是因为他一个人用那么多水，咱们的塘干了，鱼死了，他赔吗？这人啊，表面看着老实，心里鬼得很。钱总，江海生那几口塘全黄了，现在就剩陈伯那一口。我就知道会这样，他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才养几天的虾就敢帮别人养了，他以为自己是谁？钱总，你说我们要是自己养，能不能养好？自己养得有技术，你们有吗？没有，所以他才敢拿4成。你们不会，他就赚你们的钱。那怎么办？塘荒着也是荒着，急什么？等江海生撑不住了，塘收回来，我帮你们弄。我搞了水产10几年，不比他强。对，钱总搞了多少年水产，他江海生才搞了几天，信钱总没错。等着吧，月底他就该还钱了。还不上钱，那口塘就是我的。海生，村里人现在都躲着你走了。刚才从村道过来，老赵头看见我，绕路走了。王姐在院子里，我叫她，她假装没听见。月底快到了，你的钱凑够了吗？还差点。你那塘里的虾不能提前出吗？可以，但还是差点。那你把我塘里的虾都拿去，先还钱万金。陈伯，那是你的虾，说好的我拿4成，你拿6成，卖了钱你拿大头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算这个？塘没了，你的技术、你的笔记、你爷爷的心血全都没了。虾能再养，塘丢了就丢了。我知道你想帮我，但如果我拿了你的钱，不就成了王姐他们说的那种人吗？你这个傻孩子，总顾着别人家，什么时候能顾着自己呢？哟，这不海参吗？怎么你的小跟班阿强没和你在一起？人家阿强知道他是骗人的，也走了呗。阿强那小子呢？回家继承家产去了。陈伯，你这虾有点小了，下次我一定给你养大点。这还小，比钱万金的是大了10几倍了。陈伯，这捞的差不多了，明天我就拉着去卖掉。行。
这是要去卖虾了。陈伯的糖出虾了，出的这么早，还不到月底呢。虾大不大？不错，口感不差。以后陈伯的虾我也要了，价格比市场价高2成。陈伯，一共252斤，1斤32块，总共8064块，扣除苗钱、料钱，纯利6400，你拿6成，3800。海生，海生，你在不在？王姐，有事儿？海生，这是我自己养的鸡下的蛋，你拿去吃。之前的事儿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男人说我了，说我不该听老刘的。王姐，鸡蛋你拿回去，有事你说。我家那口糖，你还能帮我弄吗？还是老规矩，你拿4成，我拿6成。我信你，真的信你。王姐，你前几天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说海生哥骗人，说他拿你的虾去还债。那是老刘骗我的，我不懂事儿，你们别跟我一般见识。王姐，你说的那些难听的话我们都听见了，你当时可不是这个态度。海生，我错了，你骂我吧，骂完了你还帮我弄。王姐，帮你可以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。你说，以后不管谁说什么，你信我，不要信他们。你要是再听别人的话翻脸，那你以后都找别人帮你弄。我信你，我肯定信你。那进来吧，我们这次签合同。海生，你在家吗？我那个糖，你还能帮我不？李叔，你那天说你扛不住了，怕别人说你，现在怎么又扛得住了？阿强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错了。海生，你帮帮我，我以后啥都听你的。老刘说的那些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信了。李叔，进来吧。海生，我家那糖你还帮我弄吗？我以后可以给你做午饭。进来吧。海生，我跟我老婆说了，她现在不反对，你还能帮我弄糖吗？赵叔，你是看见陈伯的虾买了才来的吧？阿强，人都有糊涂的时候，我都认错了，你还想怎么着？赵叔没事儿，你也进来吧。你们乡亲们，既然你们还愿意相信我，那我们就签合同吧。都在呢，正好我宣布一件事儿，只要今天和我签合同的，以后的分成全部都9-1分，你们9，我1。钱总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您只要1成。那料钱和苗钱谁出？这些我都给你们包了。江海生有的我有，江海生没有的我还有。反正一句话，他干的我干，他不干的我也干。怎么选你们应该知道吧？明白，钱总，我跟你干。我也跟你干。你刚才还说要跟着海生哥干，现在又反悔了，你还是人吗？阿强，你要理解我，都是为了生存，肯定谁给的好处多跟谁啊。算了，赵叔说的没错，钱总给的更多。可是，王姐，你们呢？海生，不好意思，那个鸡蛋算我送给你的，不用还了。海生，我一个人带着孩子真的很困难，希望你能理解我。海生，我其实很想跟着你干，但钱总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他们都喜欢跟着我干，不喜欢跟着你。明天你们来我公司签合同哈。对了，海生，你好像还欠我8万块吧？今天是不是该还了？钱总，这个钱能不能？能啊。你把你的那口糖给我，我再宽限你3个月，怎么样？钱总，我可以先还你6万，剩下的我下月别说什么虾了，你的糖都要没了，还虾呢？你的这个合同呢，我是拿来了，来，签了吧。什么玩意儿，狗都不签。之前我一直没把你当回事儿，没想到你胆子倒是不小。钱总，你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。钱总，这里有2万，加上海生哥还你的6万，刚好8万。你这钱哪来的？家里给的呀。怎么了？你没有家吗？行，算你还清了，但你要记住，那口糖还有我一半，以后你就守着你那半口糖过日子吧。
我们这样是不是太对不起海生了？什么对不起的？我们也是奔着更好的事业去啊，他总不能耽误我们奔向更好吧？就是。钱总，我们这样做真的能行吗？他们不会怀疑吧？怀疑什么？我给他们出钱，给他们90%，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合同上的分成必须写清楚，我拿1成，但上面别写卖虾必须卖给我，免得他们警惕。可是钱总，不写这个，我们怎么赚钱？难道真的帮他们吗？你蠢啊！到时候等虾成熟了，我们随便编个理由说要涨分成，加个合同不就好了？你说他们忙活30来天，会看着虾烂在塘里？钱总这招果然高啊！那个钱真是你家里给的？当然了，我前几天专门回家拿的。上次我没帮到你，这次我没错过吧？没有，很及时。海森哥，谢谢你。谢我做什么？之前我不喜欢回去，是因为我父母每次都让我继承家产，但家里的那些东西我根本学不会，也不想学。刚开始养龙虾的时候，他们也劝我回去，但后来听说我养龙虾赚了钱，他们高兴坏了，现在也不劝我继承家产了。不过那2万其实是他们给我的投资，我放心，等赚了钱我还你。我们现在就2口塘，真的要和钱万金说的守在这里吃一辈子吗？放心，王姐他们只是演戏，等龙虾成熟之后，就是钱万金破产的日子。这批虾不错，虽然比你的小1圈，但比市场上的大多了。价格呢，我给你们30一斤，你们自己卖，卖不到这个价。30？钱万金说他帮我们卖，才给25。25？他那是坑你们，你们自己去市场上问问，这个品质的虾最低28，我给31斤，是因为赵老板跟海生有交情。海生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你们只要给钱万金1成，剩下的都是你们的。海生，你说他会不会来找我们麻烦？白纸黑字写着他拿1成，他不敢找你们。1个月亏18000，1年就是26万，签了3年合同。钱总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身体要紧。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小丑？钱总，您在我心里永远是最聪明的。你说我在这村里做了10几年，江海生他爷爷给我打了半辈子工，见面叫我一声钱总，递烟给我从来没收过。你现在想想，我那时候是不是很狂？我那时候觉得这村里所有塘都是我的，所有人都是给我打工的。江海生的爷爷算什么？一个老头养了一辈子虾，穷了一辈子。要不是他技术够好，那塘根本没他的份儿。现在呢，他孙子坐在那口塘边上，把我算计得死死的。我垫了18200，拿回来4070，亏了14000。老李头他们1分钱没出，一人赚了好几千。你知道最让我难受的是什么吗？钱总，您说，我最难受的不是亏钱，几10万我还亏得起。我只是想不通，我怎么会输给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？他爷爷给我打了半辈子工，他凭什么赢我？钱总，您别这么想，胜败是兵家常事。你说我当初要是跟他签了合同，白纸黑字写清楚，是不是就不会有今天？钱总，您是说您跟江海生的那个口头约定？我以为他7天翻不了身，没想到他真把虾养出来了。当着全村人的面，我又不能反悔，糖给他，分红他按月给我。要是当初白纸黑字写清楚，只是承包权转给他，但销售渠道归我，虾只能卖给我，他现在能翻出我的手掌心吗？你说江海生他爷爷要是还活着，看到今天这一幕会怎么想？他会笑，他一定会笑。他给我打了半辈子工，连一根烟都没敢在我面前抽。现在他孙子替他教训了我，我他妈活该！今年我们家赚了5000多。海生哥，明年咱们还扩不扩？扩，村北还有几口荒塘，明年都盘过来。爷爷和你妈妈要是看到今天，不知该多高兴。海生哥，你说以后咱们村的虾能卖到省城吗？能，迟早的事儿。